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时尚资源滥用，杨紫唯一奢侈品牌代言到期，网传她气质不适合高奢。最近，杨紫可谓是喜忧参半，喜的是新代言官宣，新剧的各种路透造型也大受好评。令人担忧的是，时尚代言资源被滥用，她甚至被围观的人嘲笑一次又一次，确实有点不合理。网友表示，可能是气质问题，而且最近有网友发现，杨紫的代言能力确实不容乐观。上传销量截图，同为代言人的肖战100W+，而杨紫100+，差距巨大。有网友不禁想问，当安妮莎的代言人是认真的吗？就算是一头雾水的爱豆，估计也不止这个数字吧。目前已经破1亿瓦了，销量增长真的很慢。不过刚刚官宣，这次见面会确实因为宣传片拍得不好而遭到了围观群众的嘲讽。脸的状态极其不自然 ，P 得太白了，像个假人。随后网友在整理杨紫的代言数量时发现，杨紫唯一的奢侈品牌代言已经过期。除了增加了安妮莎，其余不变，失去的代言人是肖邦形象大使。反正杨紫也是流量小花。先不说高奢真的需要气质，别的代言都那么狠，杂志也马马虎虎，感觉说不过去。有网友分析，杨紫代言的次数越来越少是有原因的。从安妮玛到安奈孙，她一次次被嘲笑出圈。不过安妮玛很勇敢，直到现在也没有官宣，只有一次宣传。比起安奈孙，她勇敢多了，给了代言人一个称号，但这次的开场广告效果不佳，又被嘲讽了。网友猜测可能是因为她的气质，她的气质太土，气场太高，代言日化品牌是奢侈品牌的一大忌讳。如果走友好路线，她自然会失去这方面的优势。然而，时尚资源真的很糟糕，出道这么久，从来没有进过前5。据悉，签约的新经纪人大雷能力并不强，所以杨紫想要在时尚圈发展，还是要靠自己，先改变自己的气质和气质。妆容高大上，其次代言的质量也要把控。你怎么看杨紫的时尚表现呢？村民认为杨紫是拍搞笑视频的名场面。近日，浙江省的浙江卫视播出了最新一期的综艺节目《我们的客栈》，爆红不已，内容也十分搞笑。节目中有当红大牌明星唐嫣、杨迪、何广智、潘长江、蔡明、姚晨、张杰等，他们也在一段美好的回忆中上演。节目中的嘉宾们除了重温经典场景之外，还有意想不到的搞笑一幕，下文将一一详述。节目中出现了一位村姑，她当面告诉杨迪等人，她以为杨紫是来拍搞笑视频的。她这话一出，众人都觉得这位姐姐真是人才济济。同时，她还表示自己每天都在看杨紫的搞笑视频，并爆出金句：杨紫做搞笑视频。当时杨迪说，村民大姐觉得杨紫是个搞笑的人。话说回来，杨紫确实有非常搞笑的天赋，搞笑细胞不得不佩服。对此，村民们也回应称，他很喜欢看杨紫的综艺节目，因为只要看到她，就会觉得很好笑，缓解压力。最后，很多网友表示，杨紫是一个搞笑博主，应该多拍一些搞笑视频。综上可以看出，这些网友和这位大姐是真的很喜欢看杨紫的搞笑视频，杨紫也算是中老年女性的朋友了。02，肖战海外时装周行程公布，肖战连续2天登台，大咖同台。近日，网上有博主公布了肖战海外时装周的具体行程。肖战确定出席海外时装周 ，Gucci 和2大高端代言品牌纷纷向肖战抛出橄榄枝。这事的影响人肖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此次行程中，肖战将连续2天登场。不仅如此，此次与肖战一同亮相的都是大咖，包括李宇春、刘诗诗等，都是非常有实力的艺人。据悉，在网上公布的海外时装周日程中，肖战的名字2次出现，这意味着肖战将连续2天登台，和2个品牌的请柬并没有相分。另外，在米兰时装周的安排上，肖战和肖战都是娱乐圈知名度很高的明星，包括李宇春、肖战成名前的恩师
对肖战十分崇拜。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，大家自然是很期待的，而且在网上看到有粉丝已经买了机票前往，就是为了和肖战走近一些。其实支持肖战的方式有很多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。如果条件好，可以去现场；没机会去也没关系，是一个忠实的粉丝。总而言之，祝福肖战时装周一切顺利，期待品牌给肖战带来怎样的造型和惊喜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肖战的气质和颜值是毋庸置疑的，也就是说，不管怎么搭配，肖战都会以最好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。肖战很好，期待肖战的出现，再见。03仙侠剧女主开始假吃时，杨紫阳反超，赵丽颖称王。演员演戏需要信念感，因为表演的核心在于信念。相信剧本中发生的一切，相信是角色本人。有了这两种心理建构之后，就更容易对人物产生共鸣，产生情感。仙侠剧需要的信仰感就更多了，因为有时候拍摄现场没有对手戏，也没有华丽的场面，连一道完整的菜都没有，布置了一个绿屏，一切全靠演员自己的想象。我觉得我在仙境，我觉得我的裙子在飘扬。当剧组资金有限，道具不多，或者只能使用后期特效，仙侠女主开始装吃，饰演紫金宓的两位演员演得同样出色，而赵丽颖的表现更是让人惊叹。杨超越没有尝水果却做出好吃的表情，慌张做饭很逼真，杨紫咬烂鸡腿很专业。虫子第3集开头，喂食3年的虫子却一直守在山上不能外出，终于忍不住内心的好奇，撒娇求师傅准许。兴致勃勃地四处走走，却不想碰到和自己一起考上的男配。在他的提议下，两人前往鲜果林，犹如初生的种子。因为他生性好吃，一见就摘了一颗果子。男配转身的时候，他已经咬下去了。从后续的特写可以看出，虫子在剧情设定中咬了一口水果，其实看起来还是完好无损的，可见这个道具很可能是不能吃的。于是杨超越不能动弹，只能靠表情来表达品尝美食的感觉。吻过果实后，他微微撅起嘴，捏了捏，他的嘴唇蠕动了几下，下巴也跟着动了动，然后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手中的水果，长哼一声，重重地点了点头，随即感叹好吃。虽然还是能看出假菜的意思，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毕竟她演的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小姑娘，做饭的时候会手忙脚乱地找厨具和调料。皱眉摇头，也够现实了。杨姓美女杨紫在香蜜中啃过的鸡腿，虽然是真的，但是因为是在夏天拍摄，时间长了道具自然会坏掉，所以其实是不能吃的。但是她足够敬业，拿起鸡腿，她首先描述了它的美味，然后用力咬了一口，严厉乐的眼珠子都飘到天上去了，最后还不忘舔了舔舌头。从细节图来看，不管鸡腿有多烂，她也真的吃了一点，又不是真的没吃。赵丽颖吃包子毫无演技，休闲食品表达的恰到好处，意境感再现。最后一个出场的是赵丽颖，每次对阵都能获胜。不知道为什么在花千骨里她吃包子的那一幕，剧组要在后期加特效，赵丽颖只能假装眼睛里有饭吃。她从霍建华手中接过筷子，放在自己面前，正常的咬了一口，用面部表情来管理她，让她看起来像你的嘴巴被塞满了。再加上笑眯眯的月牙眼，小零食的表情恰到好处。这不是她第一次成神，在随后的《蜀山战记》中，鞭子挥舞的画面也很漂亮。事实上，它也是在后期制作阶段合成的。赵丽颖实际拍摄的时候，手上只有那个手柄，在没有对手和物体的情况下，没有人站在对面，她要表现出那种手上有分量，可以多次起劲的凶悍。这不是一个容易的挑战，但幸运的是她愿意钻研它。有种鞭子甩出后被卡在空中的感觉，身体也被惯性搅动，无法克制的后退之感。不知道前提的话，真的可以拿鞭子抽他。有如此深厚的表演功底，也难怪在拍《与凤凰同行》的时候，观众纷纷表示，既然女主是战神级别的，那就不要敷衍她布置武功了，要打就自己动手吧。
观众对赵丽颖的信任让她成为王者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